那么讲啊，讲讲侬的经历吧，侬也是美国回来搿趟，对伐？我呢搿趟是从纽约回到上海。那么我来想想讲讲看啊，阿拉刚刚改革开放辰光，搿辰光还年轻唻。最早辰光我是顶替阿拉妈妈到纺织厂去，搿辰光我吵了要去。然后最早辰光我还打球唻，做运动员唻。侬搿辰光打啥球啊？手球。哦，手球啊！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队。哦，学堂被选过去了。对个对个。哦，就讲侬身体素质蛮好，运动员搿辰光。啊，运动员，阿拉是住辣迭个体校里向住辣海。搿么运动员勿蛮好嘛？侬搿是介要去纺织厂做啥啦？哎，勿晓得呀，搿辰光勿懂呀。我想哦，搿好上班了，好赚钞票唻。哦。阿拉娘搿辰光还没退休，我逼牢伊去退休，让我去顶替。第一天上班就上夜班，10点钟开始上到6点钟。搿辰光我实际上当天就得后悔了。哦，原来上班介辛苦。咁么搿辰光没办法了，铁饭碗嘛，阿拉搿辰光年代讲铁饭碗，全民单位。纺织厂啊，纺织厂要管头管脚，勿好提早下班哦。侬提早下班，明朝小组长开会就批斗侬。哎哟，老结棍个。咁么后头来，我觉得哦，我要蠢蠢欲动。结果后头来，大概上了半年多了，我就勿安分手机了。我想我纺织厂勿能干一辈子，搿个地方勿是我蹲个地方。结果后头来呢，我就看中人家是考导游，搿辰光去招聘，首先要面试咯，就人家拍板，就拿我收下去了。大概我做了导游也做了2年多有个。哦，就人家就做导游了，就是。啊，伊拉去培训一下，阿拉就上岗了。导游搿辰光还是蛮热门的一个职业吧，对吧？蛮吃香啊。蛮吃香的。80年代刚刚开放嘛，搿辰光好像旅游专科学堂还没来，就是阿拉搿批人第一代导游好像。搿么做导游搿辰光工资高勿啦？我最高辰光拿了50几块了一个号头。搿辰光我辣厂里向只有17块8角4。辛苦勿啦？搿只职业搿辰光？阿拉年纪轻，勿觉得辛苦，老开心个。不停哗去赶到火车站，搿辰光是乘个6皮火车，每个人数点好，小红旗点好，哗到了镇江下来，埃面搭当地有得人接，困脱2天回来了，勿觉得辛苦。譬如侬也到处白相了，就是。啊，对个对个，又好白相又好赚钞票，老开心个。咁么侬后头为啥会得搿放弃了介好只职业呢？后来嘛，阿拉当导游辰光，我认得了2个老华侨，应该是老华侨。老华侨，他们是无锡的祖籍，然后到上海呢来寻亲。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他们家以前住在什么一个南市一个什么大概龙我也忘记脱了，一张大冰天边浪向。搿辰光年纪轻啊，很热心的，我的性格就是open的。我说没关系，你把地址告诉我，我帮你去找。礼拜天哦，我老清老早，因为阿拉话住了靠近万阳东路、邵家渡的，4500几路到城隍庙，往那个台家路走进去，真的跟我寻着头家人家了。后头结果我第2天老兴奋啊，告诉伊老兴奋哦。搿辰光拿出100块美金哦，我根本不敢了，6字头马上去交拨李云竹，还搭档表扬。搿辰光100块美金对当时来讲老结棍了。我记得阿拉迭个经理后头伊就跟我讲啦，迭个2个当时辰光应该有得60几岁，那2个老华侨60几岁，60多岁了，是做那个服装贸易。这一次来呢，就是主要是下服装订单，问我这边能不能找一些工厂，我说可以啊。搿辰光你看我文化区的工厂了啥地方？那先答应下来了，先答应下来了。随后后头一问需要配额，搿我想做配额，我直接拿配额拨伊好了。后头来就晓得搿个门道了，阿拉就专门就做配额。那么阿姐，我补充一句啊，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配额啊。配额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职业？配额这个不是职业，配额呢，它是美国给中国的一个额度。比如说美国说你中国到我们美国来，只能500万条牛仔裤，他就给你下一个额度，这个叫配额。配额这个是存在于几十年代到几十年代。WTO 以前都是用配额的，后来加入关贸协定以后就不用了，取消了。那么当时为什么要有配额这个东西呢？是美国对中国的限制限制。当然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中国人一下子把全世界牛仔裤全部包掉了，应该其他国家不要吃饭了。这样子的。做配额呢，其实这个呢，其实我们是跟各个口岸国家公司合作的，它有门槛的，不是你想做就做的。你必须有国外的那个订单，然后呢，你在这边还要找到这边的外贸公司的老总。那个时候外贸公司老总相当于我们的省委书记那个权利啊，他可以给你，可以不给你。他给你了，你就有钱赚了；他不给你，拿着这个服装也出不了。后头来配额做了一段辰光，各个口岸合作，应该讲是可以的，赚了点钱的，也算第一桶金了。对，算第一桶金。后头就铁定要做这个职业，直至做到现在，应该有40年了。像你那个时候最厉害的时候，比如说1年能够做到一个什么量呢？那个时候我对钱是没有概念的，钞票对我讲是数据，今朝批出去了，像钞纸一样的，就是一个数字。这是一个数字，你要钱对吧？OK， 马上给你你要什么马上给你。那个时候真的是经济形势非常好。
那么讲侬是去美国已经是移民了多少年了？廿多年了，辣美国。哦，廿多年了，就是00年辰光去啊。99年底00年上旬左右。侬搿辰光是哪能要去的呢？会得？譬如讲火车发生问题啦，侬勿辣现场解决，葛末总归要吃亏一点的。哦，所以动了迭个想法，一定要到美国去，所以后头来就去了。